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芽讲堂。现在开始准备种菜了，我们准备土地是首先一个工作。大家可以看一看，经过这一年的种植，这个土地呢出现了3种情况：第一，满地的这个杂物，甚至杂草；第二，土壤变得板结了，养分也消耗了；那第三个呢，这些下边呢可能含有这个虫子，可能含有病害。那针对这些问题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清除杂物，让土壤变疏松，补充养分，然后尽量减少病虫害。我今天也给大家分享我具体怎么做的。好，我们首先要清理一下这个地面，把这些杂乱的东西要清理一下。那我通常的做法是这样的：先开这个一条，大概40到50公分宽，然后40公分深的这个沟。当然，第一个，我们首先深放了土壤，让土壤结构得到改善。第二个最重要的，这些杂物，只要是有机质的，我们都给它埋下去。现在看来很糟糕，但是呢，过半年以后，它就会是很好的肥料。但只是这样做不行的，我们必须有这个养分来补充。我车上拉的这一车，满满的是去年的过草坪下来的青草，垫了晒干以后，垫这个鸡舍，鸡粪和青草混合起来的肥料，它已经肥力是非常充足的，需要的是经过了半发酵，需要的是给它弄到地里面去，养分是够的。这样的话，这个量是非常的充分了。好，下去以后，我们给它倒实一下，我们继续挖。挖的当中，有的时候会发现有起草，有地老虎，那顺手就把它捡出来了。大家记住一点啊，土壤里边除了蚯蚓以外，其他的虫子都是害虫。别把这个害虫再捡了以后再舍不得再买回去。因为对地老虎对这个起草没有好的办法。这个翻土地的时候把它捡出来，这是最重要的工作。那我们紧接着重复这样做，一直把整个山子处理完。这解决什么问题？解决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土壤结构的问题，还有这个杂物的填埋问题。这样的话，地看起来最后就会变得比较整洁一些。那我们抓一抓，通通埋下去。这些实际上以后都是好的这个肥料，它是植物残渣、菠菜的残渣，再加上肥料，我们反复这样做下去。因为这个粪的话是养分很齐全了，所以在这里的话，拿它当基肥，我们就不需要做什么调节，这样就很好了。然后铁锹拿回来，再继续再翻回来，完成。那完成以后怎么办呢？我们过去看看这边，我5天前挖的，大家看一看，这里面就填埋了大量的树叶。那这个树叶的话，就是我堆肥时候说的，它这个含碳量太高，含氮不足的问题。你如果直接把土这样埋回去，那它土壤不但不肥沃，而且它会把土壤里面的氮素吸走，那菜就非常瘦。因此这些需要做一些调整。那怎么调整的话，我们补充一些肥料，拿上我们的这个最有机的、养分最齐全的、改良土壤效果非常好的土壤活化剂。照这样的话，1个平方米大概50克左右，稍微多一点点。这样的话，它的养分就得到了补充。那完了以后，我们把这个土就需要扒平，因为这个翻出来以后，我给它已经晒了4、5天了。那晒的目的，第一是让土壤变得这个干燥一点，容易操作；
要不然当时的这个血块挤在里面很粘重，不容易操作。第二个最重要的，给土壤消毒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曾经有人问过，这个是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这个土壤消毒剂？严格来说没有，因为土壤的吸附能力很强。它这个里面如果病菌藏在里头的话，虫子藏在里头的话，要消毒是很难的。但我们趁翻地的这个时候翻出来，第一，我们天上的东西有太阳来给它消毒，杀死各种病菌。第二，我们有这个好朋友在这里帮忙，把里面的虫子全找出来。好，具体做法就这样。耙子，最好的工具，把土耙拉回来，保证我们填埋的东西上边能覆盖20到30公分的土。哎，我们的除虫好帮手，下蛋的能手，迪沙货来了，李小姐。经过这样耙拉的话，我们土就会弄得疏松，弄得平整。里边如果有这种残渣、植物的残渣、根系，那就找一个角落把它埋下去就好了。有朋友曾经问我，那李老师，这种东西怎么种啊？好，我们种东西通常2种方法，一种呢是调播，一种是弹播。那调播的话很好解决。我们这个滴灌管刚好是4尺宽，有3根。那我们顺着这个滴灌管的线，开出3条浅沟来就可以了。这样，一些适合直播的东西，我们就把它播在这个沟里面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今天先把它扒好，明天天气好的话就准备给它播种了，比如说莴笋啊、生菜啊这些就可以了。这个土壤是很疏松的，我下边这个填埋了，像刚才的方法填埋了大量的这个有机质，是鸡粪和鸡圈里面垫的草。好，小种子的直接直播，就采取调播的方法。那这寒聚得到了控制。那株距怎么办呢？株距就是看我们这个，因为叶菜播密一点没关系，有这个足够的寒聚保证，播密一点，我们这个陆续拔出来吃就得到控制。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弹播，比如说我们要移栽苗的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一样的。跟滴灌管配套的3条，我们就开3行这个坑出来，这个叫种植塘。那移栽小苗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的茄子、辣椒、秋葵、西红柿，我们就可以按弹播。那这个弹播的话，行距大概是40厘米左右。那我们的这个掌握一个距离，那这就宽一点，50厘米就可以了。这个小锄头很好用，挖出来刚刚好。去年这一块种了辣椒，到我们今年搞轮作，我们就换成秋葵。事先给它准备好土地，太阳晒一晒，就肥力就够的了。那我们的肥力靠下边埋的足够的这个堆肥。来保证基础肥力，然后我们种苗的时候，种苗之前我们再来放一点其他的肥料。那其他的肥料我放的就是土壤活化剂，它效果非常好，所以我这几年都是这样用的。这一块的话，因为我们埋的是鸡粪，所以的话里面我就不放土壤活化剂，但是现在我播种的时候来放，我来每一塘也30克。或者50克左右，西红柿、秋葵这些大型的植物，这样一把放进去就好了。然后放完以后，不要忘记，永远需要混一混，让它们跟土壤充分的混合，这样它的效果才最好。
这样的话，这一个整个就完成了这个土地雨灾前的准备工作。我们今天把它弄好的话，明天下午就可以给它栽好了。那为什么要挑下午栽？小苗栽下去以后，它有一个缓苗期。栽下去以后，它是马上就是晚上夜间，它这个蒸发量小，有一个缓冲的时间。那这样一弹一弹就好了，就可以栽苗了。那刚才还说了这个条播的放肥，那条播的怎么放呢？好，一样的3条，我们顺着这个条放下去，1个平方米30克或者50克，奢侈一点50克，节省一点30克。我们通过这几个工序，就把一块杂乱的、板结的、含有这个虫害或病害的这个地块，弄成了平整的、有肥力的、可以播种的或者种植的一块地了。通过这个工序的操作，好，我们利用太阳光给土壤消了毒，利用机给这个虫子找出来。当翻地的时候，我们要找出虫子，整个地块。以后这个就是一季的这个肥力就没有问题，然后它虫害也会非常少。谢谢大家观看，祝大家种植愉快。